今天简单给大家看一下布鲁克最新出的超越版圣斗士，一共有3只，一个是巨蟹座迪斯马斯克，一个是我们的天龙座紫龙，应该不是黄金圣斗士啊，应该是圣斗士星矢系列啊，还有一个我们的摩羯座，也是山羊座啊，修罗。那这3只里面，其实我个人最喜欢的，当然还是我们的迪斯马斯克啊。虽然说他的人气或者说角色塑造可能比较的讨人厌啊，但是我本命星座是巨蟹座嘛，而且他其实大家可以去搜一下《黄金魂》这一个番外呀，这对迪斯马斯克的一个角色刻画的话，倒是洗白了一下，就比较的讨喜啊。所以说我还是蛮喜欢这个角色，其实也算是非常复杂的一个角色吧，我比较喜欢这种复杂一点的角色啊，总比那种绝对正义或者是绝对邪恶的人来的有趣啊。然后喜欢他的另一个原因就是他的一个不管是一个造型还是说他的一个配置，确实都是我觉得这几只里面最良性的一只啊。他有3张面雕，其他2只都只有2个面雕，但是他又没有这个，我们能看到他的前脚掌这里是空掉的啊。但是呢，我们来看一下摩羯座。或者一个子龙啊，他们都是有一个前脚掌的一个零件在的啊，可能是因为它有3个面雕吧，所以导致它这个有一些地方就缩预算了。那我们就简单每一只都给大家过一下，看一下他们的配置啊。迪斯马斯克这一只我觉得做的非常好的，一个是他身上的一个漆面的涂装，确实是他们家黄金圣斗士一个系列的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金属色的一个涂装，还有它的一个面相真的是做的非常的邪气啊，而且它这个头冠因为是做的硬塑料啊，所以说锐度也是足够的，锐度也是在的，身上的一些甲的一些细节非常的漂亮啊。一共来看一下它的面雕吧，一共有3对啊，3张，这是其中1张，然后这是一个免光头的一个面雕的一个展示啊，就是一个标准脸了。然后我把这个光打好一点，就是这样的一个标准脸。我不是很喜欢这个头啊，因为我觉得迪斯马斯克这样太严肃了。还有一张我个人觉得最漂亮的一张，他的一张邪笑脸啊，比刚才那一张更加的猖狂，更加的嚣张啊，而且整体的一个神态表现是非常的到位。但是他们家有一个问题，就是面雕的替换其实都挺痛苦的啊，所以说就给大家这个面雕来给大家做一个展示就 OK 了。然后他巨蟹座虽然说造型甲是我觉得非常最好看，是我觉得最好看的一只啊，但是呢，这个甲不得不承认它确实会干涉非常多的一个位置啊。就比如你把这个甲这样转的话，你按照说明书转的话，它这是一定会螃蟹臂的啊，是一定会螃蟹臂的。所以说最好就是把它转到侧面来，把所有的甲全部转到一个侧面。但是转到侧面你会发现一个问题啊，你这个手臂如果是要向前屈膝的话，你这个甲就只能在正面了。你这只能在正面的话，就一定会卡到这里，又会变成螃蟹臂的一个问题啊。所以说它的一个素体的干涉还是蛮多的，而且身上的一些刺啊什么的都蛮锐利的，所以说玩起来是比较扎手的。但是它的一个关节的紧实度又确实是这几只里面最好的一只啊。然后附带手型什么就不带大家看了，因为它的一个配置都一样的，手型的配置都一样，只是说手背甲会有一个区别。附带一个击狮器鸣波的一个跳件啊，当然虽然说它是软胶，但是整体的一个表现还是够的啊。不过也正因为它是软胶，所以说比较容易变形，所以说大家泡热水什么的，给它掰一掰也是 OK 的。然后接下来看一下啊，另一只非常帅的，这2只黄金圣斗士做的都挺好的啊。我们的一个摩羯座修罗啊，修罗就是我们能看到，虽然说也不是个非常讨人喜欢的角色啊，但是它的整体的一个玩具的一个造型确实是非常的帅气啊，特别是这一个头，我们能看到他的表情真的是非常的俊俏的一个表情，头发的锐度也是足够的，包括脚的一个
锐度，身上的一些甲胄的一些细节。然后它是摩羯座嘛，历代摩羯座的标志就是手刀咯，一个圣剑。这样令人印象最深刻的可能就是 LC 神话里冥王神话里的一个艾尔希德啊，他就算右手被人斩断了，他的一个依然能发出最强的圣剑啊，所以确实是非常的讨人喜欢，非常的有角色魅力啊。所以说大家都可以去看一看 LC 冥王神话里的一些环境圣斗士，他们的刻画都非常的深入人心啊。包括巨蟹座，那个 LC 的巨蟹座是迪斯，不对，是那个马尔哥特小马哥更是帅啊，就是一脚踩到双神面前，然后和他的师傅一起干掉了其中一神，干掉了死神啊，所以说是非常帅的一段剧情刻画，所以说大家都可以去看一下 LC 神话，而且画面的话也相比于本传的话是有一个比较大的进步啊。然后说回这个摩羯座的一个，我觉得稍微有做的不足的地方，就是一些这水口都开到了正面，我们能看到确实是比较的显眼啊。但是除此之外，它整体的甲，因为是不像巨蟹座一样有那么多角啊，整体的一个甲是非常的干净利落，所以说它整体的一个形体是最好看的一只，并不会有过多的一个干涉。手刀的话，除了这一个常态的一个跳件，还给到了一个挥砍的一个跳件。啊，但是锐度我个人觉得是比较的一般了，当然也是有给到一个免光头的所佩戴的另一张面雕就是一个呐喊的一个面雕啊，个人觉得神态不如迪斯马斯克啊，就比较的呆嫩吧。然后第三只是本应是最量大管饱的一只啊，但是玩起来却是最糟心的一只啊，我们的子龙这个角色真的是非常的帅啊。我们能看到他，不管是他这一身金属绿涂装的，你看，这就是问题所在。金属绿涂装的一个圣衣，还是说他一个长发的一个造型啊，都是非常非常帅气的。我们看到他这个长发真的是特别的帅，子龙。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总感觉我手上这一只子龙看起来有点大聪明啊，好像是眼睛一印有一点问题，稍微有一点点问题啊。然后他这个发光我们能看到，它是跟迪斯马斯克一样是非常的一个张扬的，但是它是使用了一个软胶啊，所以说并不怕折断。迪斯马斯克就是全部用的一个硬塑料了，而且它一个肩甲的话，跟其他两位不同，是连接在背上的，也是非常天才的一个设计啊。但是呢，为什么我说这一只玩起来糟心，就是它整体的一个关节啊，感觉就是很容易变形啊，就可能你把一个动作，你不管是胸腰还是腿呢，你可能稍微一动，你看它就7扭8扭的，就很难去固定一个造型，特别是这个头啊，因为头发的一个缘故啊，是非常难固定造型的一个模型啊，所以说玩起来是很糟心，而且它手臂这两个臂甲也是非常容易掉，你替换手型的时候，你会发现你手型都没按进去的，这两个甲就已经往外溜了，所以说玩的还是比较痛苦啊。但是它量大管饱，确实非常的管饱，一是它这身金属甲确实金属绿确实非常的好看，二是它附带了一整个上半身啊，就是来还原一个子龙这一个经典的一个战斗姿态啊，就是脱掉圣衣跟敌人进行一个搏斗的一个姿态，然后这一个表情我是觉得比修罗做的好啊，这一个呐喊的神情是在的，我们能看到确实是在的啊。然后他的一个头发也是做出了两种选择，这种就是一个可动的一个后发，虽然说穿帮比较强，但是呢，确保了头部一个抬头的一个可动性啊，这样抬头的一个可动性就会比较的好。然后一个标志性的一个满背龙啊，不能考攻是吧？子龙不能考攻。这个龙的印刷也是非常的清晰的，非常的帅气，但是依然是替换也是非常的令人感觉不是很舒服吧。所以说这三只呢，我觉得是算是现在目前做的比较好的几只圣斗士啊。当然射手座我觉得是目前系列最佳，但是射手座现在已经涨价了是吧？不知道为什么，希望后续能再版吧。然后他们的一个手型诸如此类的，就是手背甲的一些区分啦，就是经典的张开手、舒展手、张开手、龙爪手，还有一个握拳手啊，三种手型。
唯一区别就只有手背甲的一个不同。然后子龙和其他黄金圣斗士的区别当然也是有的，就是地台，我们能看到黄金圣斗士使用的是金色的一个名牌，而且我们的吴小强系列使用的就是一个银色的一个名牌啊，这是他们唯一的一个区分。其实除此之外，地台是一模一样的。那说回布鲁克黄金圣斗士这一个系列产品线，当然也是越做越好啊。然后每一次的一个产品，新的一批产品呢，总会有一点改进。也希望它如果有机会的话，能把之前出过的那几款做的比较一般的给它重铸一下吧。比如说白羊座的缪啊，然后天蝎座是吧？然后一个狮子座，这些其实都是非常高人气的角色啊。但是他们的素体确实是过时了。如果能把他们的素体重置一下，面雕重置一下，来重新补回这一个系列的话，我觉得是非常造福玩家的一件事情吧。当然也希望他们能出一出 LC 圣衣神话、冥王神话之外的一些产品啊，之类的一些产品。然后当然他们的定价也确实是比一般超越版会贵一点啊，毕竟这么多的一个玉涂装是吧，可能就会来到129啊、139之类的一个样子啊，就看大家能不能接受这样的一个价格。但是当然我觉得除了射手座这种真的是做的非常的好，而且人气非常高之外呢，大部分的一个圣斗士都是会进行一个跌价的啊。所以大家可以稍微等一等，等到差不多觉得合适再入手，我也是觉得不错的啊。然后后续也有非常多的一个新品是吧？像那个明斗士啊，他们摆的那个雅典娜的金炭是吧？那一整个我还是觉得非常期待的。一个明斗士的一个修罗，他们之类的。那就让我们继续期待一下后续的一个产品线吧。那这一期视频到这里，感谢大家的观看，再见。